真好。舒服了。怎么样？到现在有什么想法、问题吗？其实是你要有他想要的样子。就例如你考 KSC， 你考 NZ， 你考 APSI， 有每个你注重的。像你考 SAJ 日本的，他叫你来打开手，打开。他叫你就要考纽西兰，他叫你对称关起来。他考 KSC， 他要更动态什么的，所以你要有他想要的样子。那当然你会有更多的理解，没有错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单纯想要精进滑行，其实有很多的滑行，像我们现在在练的，会比较有效率。因为考试到后来，他还有很大功在讲怎么教人，然后他想要什么样子，他们体系注重什么。对，当然到后来比较高阶、比较难的、比较高等级的之后，其实是一样的。但是前面发展的方向会比较不一样，对吧？到后来讲究都是你反正性能，你在做什么。所以就纽西兰的这样，所以就是我3受训完了还没考，我觉得还不够厚。3是1000分，你会做，跟你做的很漂亮，真的会做。哎呀，我觉得我非常会做，我觉得会做，我觉得不够漂亮。所以如果对于精进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。我觉得你会更了解那个体系想要做的标准跟想要做什么东西，那是一个自我认证的还不错的方式啊。对啊，我都鼓励要跟我们讲，去看看。没有教练开心的滑到哭了。没有要认证，也没有要教人。那你就参加滑行的 camp 啊，可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。那不如找教练就好。对啊。不是说是不是要很求，就说我可以起步哦。你练一下就可以起步。你只要练他想考的，你现在等于练一下应该就有。就是赞助他要有站姿嘛，对不对？他的站姿，他过7年的 KSC 好像有调整，它变成要教学 Level 1要考开放的 Carton， 开放的对，所以没有很难，但它就是有点调，因为前几年的 KSC 太容易，所以他还是就是要考滑行的能力嘛。会啊，滑行能力一定要有一定的等级。但是1级的没有要求的很高，因为我看好像有人听说有人滑3天还是滑1晚就去考了，还有一些很水的，对，不用太认真。还有那个前2年吧，国内一地考的 KSC 通关率是99.9%，对啊，而且那种滑也是10几天就上高的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们这2年有调整考试，比较难，对啊。可是我会觉得那种就没什么意义啊，就是对啊，对，你拿一个 Level 1，我上次有看一个 Level 2滑的有个烂，我觉得像是 Level 2了 ，KSC 2，不过他也在教学，拜托，你很像 Level 4是有点。现在就是我看他们的板上都在讨论，有些人没有教练执照也在教学。对啊，我觉得到最后，是不是说没有教练执照就是不好的教练？这可能有点笼统。但我知道有受训会比较有体系跟你讲说这是怎么，你现在怎么回事，这前因后果，对。但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这里，对啊，像早期的台湾的教练，大部分都是旅行团土法炼钢练出来的嘛。他们有些滑的也不错，但他们在教学上就比较没有这么多体系跟前因后果，因为毕竟我讲最直白，台湾的滑雪发展没有很久，毕竟那种什么纽西兰滑雪胜地、加拿大那种，人家几百年了，你怎么跟他比？你说那什么 top down up bottom up， 就是有体系的，就是 up down 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慢慢学起来，就是 bottom up， 就是学习的方式，对啊，所以很大关我们的有啊，我们现在我还有我们那个体育书啊，原文的，然后他甚至他里面他就讲就是单板滑雪的全纪录，他要分好这是1级的事情，2级的3级。有的时候我下来之后我去看了，他说来你现在3级看到的学生会是怎样，我感之类的。有的时候就例如他会讲，中阶的滑行者，尤其在 Q 赛出弯进偷赛的时候，会因为髋关节过度的弯曲导致进偷赛延迟，就这种。他写的超清楚，一模一样。有时候你靠，真的，对吧？但是因为一个是他们的体系
加拿大、纽西兰、美国都好，反正就一直都有在滑雪的国家，他们摸这个可能几百年了。那他们整理出一套因为人的关节是固定的嘛，高矮胖瘦，但是运动方式不会差很多，所以在什么地方会碰到什么问题，其实就那几十种。对，所以我们以前考试还要动作分析啊，我们真的坐在那边写笔字，然后他会放影片，然后看 OK， 他在第几个弯的时候怎么样，那是什么东西造成的？这真的考试。对啊，3级更难，3级的考试影片只能看2趟，1趟关掉，想好了，决定了，再看一趟，好，开始讲为什么。然后那个我们上次就是在受训嘛，然后我就看了一次，看完他说来会有什么感觉？我说我觉得他滑比我还好。那个时候在修的都是那种东西，对吧？他是会讲你一定会碰到某些角度比你还厉害的滑行，可是你要怎么可以帮助他修好？已经不是纠正啊，怎么是给他提出说你这里可以更有效率的转更对。因为像奥运选手就很强嘛，但是他也要找教练。教练怎么教他？教练一定没有他滑得好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出他可以受训出来你的这边的旋转，因为就像你讲的，你这边起跳歪了，所以导致在空中会更歪，没有阻力，下来根本没有落地可言。对，所以很大在学这个运动的科学怎么用，对吧？当然不是说你可以滑得很烂，教得很深，没有。但是到一个程度之后，因为尤其单板，它上去不是一条线的时候，它是会分开的发展。就像有人就专门 park， 有人专门 carving， 有些人专门平花，有些人专门倒外，对啊。那就算你不是在这个领域的精英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的科学，你跟刚刚建议说，来你这边再修正一下，这边怎么样，就类似这样，因为不可能永远都比人家强嘛。对吧？会啊，我们有些时候教学生就会空翻，嘣，我教不了他空翻，我翻得比他烂，带下来他卡里摸不到，我跟你讲说，你这边然后你空翻的时候怎么样，落地会歪，我跟你讲 ，OK， 你起跳的时候，你的旋转影响了你的起跳的直线性质就不直啊，所以上去下来，对，就是类似这样，对啊，很深啊，很好玩，然后研究到后来。人体很奥妙，人体真的超奥妙。他会空翻也不是滑雪才会空翻，他本来在对啊，他如果他本来就学体操的，或者随便翻啊，他可以不会转弯，可是他会空翻，对吧？到那个后面会很有趣，什么是滑得好？你会空翻，我会趴在地上，他可以从打伞这里跳下来，哪个是厉害？都是厉害，他只练的东西不一样。这是一门艺术，每个人诠释的方式。那综合滑行经济是没有错，但是到后来每个都发生不同风格。那像我对滑行的学习就是，我希望是肩膀丢到哪里，我都可以感觉好来。对，我会对抗大自然，我自己的解释，但没有说一定要像我的。教练不是要展现这几年来的成果，是要跳很高的。我们来看看。很多啦，还有也不完全只有滑行的，然后飞行旋转三周半，光是3周半，奥运现在最多好像3圈了。听我在跟你们讲的内容的方向，其实现在讲的是，我不太在跟你们讲说，就是做这个姿势所以怎么样，甚至你会听到我跟你说来摆烂，因为很多时候我是在提升你们滑行的品质还有选项。对啊，那很多时候是你可以试试看这个，你可以试试看那个。原来这么轻松可以滑，原来我这个姿势造成我那边延迟。对啊，很多累积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很深啦。然后那个体重区的朋友他叫比较，他把他老婆骗了，真的在我面前现在在录影，然后给他讲已经没差。他说在我面前都说，你看我出来就把老婆踩在脚下，然后回家没有老婆带你一起去玩。这生存法则，没错。